2年没用这个哈苏，发现已经完全100%已经忘记怎么用了，所以我今天我就把它录下来，以后我再忘了我就可以看这个录像。如果你要觉得这个有用的话，那就是最好了。首先，这是哈苏的 V 系统，是后来起的名字，就是有了 H 系统以后，以前那些老相机也应该有一个名字，所以就起了个 V 系统。这个型号呢是500ELM，500ELM 和500CM 就最 popular 的那个经典款呢是完全一样，只不过它有个电动马达。这个版的是登月版 Limited Edition， 就是限量版的那个登月10年纪念版。这个我当初买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科研单位，它是一个展示机，没有用，所以说完全新的。你看我这个是没有任何划痕，没有任何用过的迹象。然后呢，我是几年前买的时候是不到2000澳币吧，现在我查了一下，这已经就是登月纪念版啊，5000多块钱在澳币在卖。而且它不是银版的，它是黑版的，银版的要比黑版的要贵，所以这个还是增值了的。我先把这个 strap 给取下来。然后哈苏的镜头呢，它有几个版本，一个是 C、CF， 一个 CI。C 是最传统最经典的版本，一般人们玩那个哈苏胶片机呢，就是用这2款镜头。这2款镜头呢，一个是这都是卡尔蔡司的啊，这卡尔蔡司的150毫米的，这是80毫米的，光圈 2.8 的，这是光圈4的，就是这2款是经典款，人家一般玩就玩这2款经典版。就是 C， 它的型号是 C， 是最经典的 C 版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这2款去了月球，就是那个月球哈，就地球从那个月球的天际线缓缓升起那个照片，就是这2个镜头拍的。因为哈苏是中画幅的嘛，它的 crop factor 是逆向 crop factor 的，所以这个150呢，相当于是全画幅的135毫米。这个80的呢，相当于是70毫米。这个80毫米的呢，一般是套头，就是相当于是个配机的那个头。一般人们就喜欢就是银色的，但实际上呢，黑色的更好，因为黑色的是最后几批，是最新的几批，它的那个性能更好。而且呢，黑的呢，你比较容易找到那个 T 版的。T 版就这地方有个 T， 就是 multi coating。 C 版的镜头啊，它的前面是 B50， 那个 thread filter 就是滤镜尺寸呢是叫 B50。 我这里2个都已经加了那个 UV 镜了。如果你不加 UV 镜哈，你可以用这个盖子叫 snap on。 你加了那个 filter， 你就只能用这个镜头盖，你就不能用这个 snap on， 只能用 screw on， 只能用这个镜头盖了。这个135银色的它也有 T 版的，但我这个不是 T 版，那个 T 版是黑颜色的，一般人不喜欢，人们喜欢用这个经典款的这个银色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135它那个光学结构非常简单，所以你多层镀膜和单层，这个已经有单层镀膜了，没有区别。一般人们就选择那个没有 T 的，它本来就不带 T 的，T 的就是黑颜色，而且它形状也不一样。后来那些新版的那个镜头呢，镜头内不带那个自拍功能。这2款镜头，它这个镜头上并没有标一个 C 这个字幕，所以说你必须要记住它的那个形状是非常好记的。它这个筒径是越来越小的，那个比较新的那个 CF 和 CI 的呢，它的筒径是比较统一的。另外呢，你可以看它是带那个自拍就有一个 V， 你要记住，就是去月球的2款镜头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池仓，这就是电池仓的那个舱门。如果你打开，你要用一个硬币这样一旋转就开了。这有个保险丝，如果坏了你可以换。然后这地方你可以放备用保险丝。最原来那个电池非常老，已经淘汰了。最原来的那是可以充电的，后来人就用那个 adapter， 就用别的电池，这是老的不好用，因为你要用这种电池非常难找，而且又贵。后来人们就用这种了，好像现在只有一家在做，这叫 Hassel Converter， 这是美国的，你从 eBay 上可以买。然后就用这种锂电池，这个锂电池到处是非常便宜，就是那个报警器的那个，就是那个火警器的那个锂电池，非常便宜。然后这样写清楚了，就是说这面要朝上，那你就这面朝上放进去就行了，然后把舱门一关就可以了。然后这电池就装上了。你机器不用的时候，最好把电池拿出来。如果你临时不用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
这个按钮旋转到 L 就是 lock， 你旋转的时候这要压下去，然后你转过来到 L， 它就这地方就跟上面断开了，就是不供电了，然后你就不会误触拍照了。但是你最好你回了家，你还是把那个电池拿下来是最安全的。然后你要旋回来，这个 O 呢就是正常拍摄位置，这个是长视曝光时候用的。如果你在室内呢，或者是在 studio 的情况下呢，你就接电源，这就是电源那个线的接口。这个地方也是给那个原来最老的那个充电电池充电的口。只有2个 shutter socket 快门接到2个地方都可以，这是可以拿出来的。这个快门按键接到这儿，你也可以接到这儿。我一般接到这儿，它一般是让你用左手拿，然后你这个食指，因为我手指头比较长，你手指头短的人可以放到这儿。然后另一个口呢，你就可以接那个快门控制线，在用闭门的时候，或者你害怕摁键的时候手抖，你就可以用快门线。Hasselblad 的那个快门线呢，它是没有锁的。你要长时曝光的话，比如说你要曝光1分钟的话，那你要摁着，你手得摁着，你人不能走开，你一直得摁着。徕卡传统的那个快门线它是带锁的，你看这样有个锁，就是你要长时曝光超过1分钟的话，你可以锁上，人家手就不要老摁着了，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。但是呢，据说这地方我给你看，这地方就是电源线这个地方，他们说有另一个那个快门线，那个快门线我没用过，我也没见过。那个快门线有没有这个锁呢？我就不知道。哈苏的相机呢，它是模组化的，就是 modular 的。然后这地方是电池仓，已经说过了。然后这地方呢是 body， 就是机身，这是镜头，然后这是取景装置，然后这是后背，就是放胶卷的。先看一下取景窗吧。取景窗就是人们最主要用哈苏的那个腰屏的取景窗，就是人们用哈苏就是为了这个取景窗，看上去特别有拍摄体验。然后你要打开，这有个按钮你要往右，它就打开了。你再按右，它有一个放大镜，但这个放大镜并不是配合所有人的视力的。如果不配合的话，你就把它压下去，你就直接看，这个也是挺好的。你就稍微仔细一点，你就能看清楚。你就不清楚的话也无所谓。因为啥呢？因为它对还有景深，你对着一个地方，它一定前后有一定的景深，全都是清楚的，所以你尽最大的可能对清楚就可以了，基本上就没有问题的。然后你要关上，就是这个先压下去，这个压下去，这2个哪个先都无所谓。然后这个最后这个再盖上，然后这个呢是可以取下来的，然后里头那个镜子也可以取，我就不取下来。取下来你要先打开后背，往下一拉，然后那有个压片一压，然后那玻璃就起来了。然后那个玻璃呢，你要记住，你要装回去，那个光面要朝上的，麻的面要朝下，否则的话你就不能用了。我就不把这个打开了。然后下面我们再看这个后背，我的这个后背是 A12， 你要用120胶卷，120胶卷是6寸乘6寸的，你只能拍12张。一倍上24的能拍6乘6的，能拍24张，多1倍。那个后背竟然比这个还要便宜很多，原因就是现在24张胶卷是220，不是120那个胶卷，220胶卷你几乎买不到。但是有的人说，你要是买那个24的，你装了以后，你也可以用120，就是拍12张那个胶卷，你也可以用，但是你要废一张。或者有的人说是他计算一个距离，你往回卷，你就可以能拍12张。但是你最好就是用这个 A12 啊 ，A12 有5个版本，我这是第2个版本，你哪个版本都可以用在这上面。据说第1个版本最不容易坏，最耐用。第1个版本这地方是花的，你可以看很清楚，它这个不是一个 crown， 不是一个摇臂。那个最老的那个版本，你这打开它有一个洞，你可以看到那个胶片背纸呢，你卷到1，它就看到1，它没有那个自动停片在1装，所以它不容易坏。而且它这个它不是摇臂，它就是这个人比较喜欢这个设计，两边都这个人比较喜欢那个设计，所以说第1版是比较贵。打开呢，就是说把这个按钮往右，然后往外一拉，然后一提就下，它这底下有2个卡，把你这卡住，然后你这有2个栓，你可以看着这有2个栓可以拴到这里头，它就卡住了。但是你放回去的时候，你不要推，你猛力推的话，慢慢这地方就磨损以后，这面就漏光了。漏光是很严重的问题。你回去的时候，你也要往右拉，它就没有这个阻力，它就不会磨损。拍摄的时候，你的豆腐刀你先拿出来，你不拿出来，它也不让你摁快门的。正常的位置你就是一张一张拍，然后
一张张拍照，这是很正常的。这个 S 呢，就是说预升后联，预升后联它又回来让你拍照，后联已经预升了。在其他胶片机，它的预升后联的解释，然后你最后按快门的时候，它只需要曝光那一个动作。这样的话就减少了声连那个震动的可能性。但是在那个哈苏上，这个声后联还有没有其他的用处呢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很少用这个预声后联。这个是 SR， 就是预声后联 repeat， 你预声了后联拍照，然后它把你下次预声后联也给做了。这个 A 呢，就是连续拍照，没人会连续拍照用哈苏，因为哈苏连续拍照非常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连续拍照声后联更不用了。所以说你主要就是用这个正常位置，你就拍照就行了。下一步呢，就要看镜头的拆卸。镜头拆卸，我先把这个电池马达箱给锁住到 lock。镜头你要拆卸的话，你按住这个它就拆下来了，然后一旋转就下来了。但是你装上去你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标志已经对准这个红点了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你一定要用一个硬币。我这个硬币刚刚好哈，你也许可以用一个更小的用，但是我这个是刚刚好的澳洲的一个硬币。你就要旋转整一圈，这个呢就会对准这个红点。因为哈苏的镜头里也有一个快门，它那个快门也要上，然后那个机身的快门也要上，否则的话你两个不同步的话，你这样一装，你一拍照它就卡住了，卡住你就得送。这是用户守则里是重中之重提醒的。这个呢，你也要对准那个红点，你只要上快门，它就红点。因为我这用的这个是电动马达版，电动马达版它一定会给你上快门，这一定会对准红点的。如果你用那个是500 cm， 就是传统的，你没有这个的话，你就要摇那个手臂，然后上快门。你上了快门，它就会对红点。安装的话，这个红的这个三角对准这个最上面这个红点就可以安装了。镜头我用这个黑的来讲，因为这个太闪了，你看不清楚。那个结构是一样的，在正常情况下，它这地方有一个 V、X 和 M。正常情况下，你就放在 X 闪光同步。闪光同步就是这个闪光同步孔呢，你要接一根线，从这儿出来要接到这里头。但是我不会用这个开闪光，不用管那些。然后这个呢 ，M 是那个最老的那个闪光灯泡、镁光灯那种老的闪光灯同步。你正常你就放到这个 X 就行了，你就不用管。你放到 X， 你不用闪光，它就相当于是正常。然后这个 V 呢，就是说自拍定时，在镜头上自带，在新的那些镜头里是没有的，所以只有这个老款才有。你要想转的话，你这个拨杆你要往上顶，它就过来了。它是8秒到10秒，不是说等10秒它就拍，等8秒或者是9秒或者是10秒，它会自动拍摄的。然后你放到 T， 然后你用完了以后，你再回到那个 O， 就转到下一张了。下一张你不用了，你再转回来，再把这顶上去，再转到 X 就行了。我刚才是转到 T 了哈，但是我没用，它又转回 O， 它又卷了一张，知道吗？我现在这里没胶卷，所以无所谓。你要用测光表，它没有测光机啊。你要测光的话，你可以用一个那个专业测光表，或者是便携式测光表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用那个 APP， 手机里的 APP 测光。我就用 APP， 手机 APP， 你测光了以后，它就给你一个，你就测到一个曝光值，曝光值它对应的一些光圈速度组合。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曝光值，你比如说4啊，在这种情况下比较黑，你只能用光圈4的1秒，或者是光圈 2.8 的1/2秒，或者是光圈是 5.6， 这个 B 其实是你不用闭门的话，其实它是2秒，你压下来就可以转一个别的曝光值，就有更多的选择。所以它这个是联动那么多年前，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设计。然后你转动聚焦环就可以focus。你现在选的是光圈16，景深从这个到这个全是清楚的。如果你要是选5.6，它这个景深就变短了，所以它这也是联动的，是非常聪明的，都不像那个其他的那个镜头，它就给你刻度好，哪个是哪个全刻度好，全给你刻好了，人家这个是自动变化的，所以这个设计比那个徕卡的那个都要先那么多年前。就绿是长时曝光，像一个计算器一样，一个让你找出来你要长时曝光多少秒的，就是你闭门的时候你就会用到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现在光线比较暗，你需要长时曝光嘛哈。我现在这个拨杆压下去，比如说你现在测光测光以后它只有5，比如说啊，只有5的话，那你就
你就只有这几个选择，一个是光圈开到大2.8，然后它是1/4秒，或者是你光圈是4，然后1/2秒，然后5是1秒，或者是你那个光圈是8 2秒。但是这个情况在这个时候，假如说你光圈8你也不行，你为了取得一个大的景深哈，你为了前后都清楚，你比如说你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你2秒你还不行，你想用那光圈16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光圈16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看到了，你就要用闭门曝光8秒。那你现在就要把拨杆，这个刚才同一个拨杆拉下来，你把它变成闭门，变成16，然后你现在是用闭门呢，你刚才已经记住了它是8秒，你现在摁那个快门或者是快门线，你手不能放开了，你要数8秒，或者你用计时器看8秒。所以说这个绿的它相当于是一个图表一样的，告诉你你想要闭门的时候，你要尝试曝光多少秒。然后现在就说这个后背啊，你往右摁哈，你发现你取不下这个后背，为什么你取不下来这个后背呢？就因为你豆腐刀不还原。你看它就是很聪明的设计，你这个豆腐刀不还原，它就不让你那个取出来后背，把豆腐刀插回去，然后你这个往前卷的这个要朝前啊，你才能卸下来这个后背。这个哈苏经常出问题就是这个后背，它有2个主要大的问题，一个就是漏光，从这边漏光，一般人就是送修挺贵的话，有的人就用手捂的，或者用一个什么黑的东西，人 DIY。我刚才已经解释了，就是因为这个你还原的时候你不按这个劲，它磨损了，这个造成的。这是科塔炮塔400 ISO 400的一个120胶卷，这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。你把这个位置剪下来，然后装到这里头，然后记录你到底是什么胶卷。你没有这个的话，你也可以拨动这个调到那个 ISO 400，但是你拨动这个拨盘容易割伤你的手，因为这个地方非常锐利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设计这么锐利，所以说你最好就用这个放到这儿。然后你撕这个胶纸啊，一定要撕干净，不撕干净以后卷到里头去，立刻就造成故障。你一定要弄干净。这个装胶卷以前我说过，但是我拍的时候是用快进，没有那个详细的说明。然后把这个拨杆拉起来，往那个反时针一弄，它就出来了。然后你就装胶卷，装到这儿，把这个放一边。本来这个东西呢是拍完的是在这边的，但是你要把它放回去，放到那边。这个底片出来一定要从底下出来，就是说你不能这样放，啊，就是这个片一定要在底下这样，然后再把这个关上。底下出来以后到后面，然后你这个呢一定要升起来，因为这个是压下去的状态。压下去状态你怎么升起来呢？把这个复原，把这转回去，这个就升起来。你一定要升起来，你不升起来这个是过不去的啊。你这样才能从底下过去。你看见没？这现在还不是胶卷，这是纸啊，就是背纸。这个背纸就从底下过，就因为你升起来，这样升起来了。过来了以后，你就过到这边这个卷轴，最中间有一个缝，最中间有个缝，你要把这个放到最中间那个缝里头去。这有个褶，这个褶一定要卡在这个缝。其实有的人不是这样做，这个褶是这个前面这个片唯一的一个褶，然后你这个卷，它这个褶就是在最前，那前面那一段就被卷进去了。不是这样的话，就容易脱片。往前卷行了。卷到这个指针指到这个标记，这个呢仍然是放开的状态，现在就可以把这转回来，这个就压下去了。压下去以后，你就可以往里放了。往里放的时候呢，你要小心点，然后你回位，你这样放下去。你放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从红的变成全白的了。全白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开始拍照，它随着你拍照呢，它这底下就开始有红的。等你全拍完，这就变成全红的了。所以说全白意思就是你还没开始拍呢，全红就变成你已经全拍完了。现在开始你就要卷片了，你就开始卷片。卷片一般要卷10下，你卷到10下以后呢，它自动就停下来，你再卷它就不往前进，它就停在1了。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就来了，就是你那个哈苏的这个后背它的第2大的问题，第1大问题就是这面漏光，第2大问题就是年代一久了如果你不做维修它不会自动停下来。有的人就是这样往前卷，等他意识过来以后，你已经卷到4了，那前头那3张就废了。
有的人不知道，就是一直卷没了，一张都没拍，那你不行。所以说你不能依赖它自动停下来，就是它已经到1了，你不管它停不停，你都要停，这是第2大问题。这个问题呢，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相机坏了，就出手二手出了，有的人就是把这个后背出了买另外买个那个。其实呢，有的人说这个很容易解决，就是说你在这里点一些机油，我就有个维护剃须刀的那个油，我就把这个用什么挡住，然后就指往这里头喷，就基本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时间太长了，你解决不了，你这个就要送去让那个师傅去帮你那个上油，专业上油。它没坏，其实就是你上卷转了10下，你到了1，它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那它会伴随着另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每次上那个快门的时候，你准备拍照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已经排到7了，你上一个它应该到8，但是它没到8，它不跟卷儿，就是第2大问题，会伴随着它不跟卷儿。你再拍一张的话，你这个就成了双曝光的照片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比如说你拍了7，你上了那个快门了，你当然这个是你不用上快门，这个是自动上快门了。你上了快门，它这个还是7，它没变成8，那咋办呢？那你就可以把这拉出来，你人为的把它变成8，你手动往前进，那它就拍下一张了，就是这意思。所以哈苏呢，你最初上胶卷的时候，你不能卷过1，卷过了以后你是无法回到的。你不像是徕卡的它有个可以 rewind 的，你可以回去，你这是无法回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过了就是废了。当然哈苏它有它很明显的那个优点，比如说你在拍摄当中你可以换后背，那你就可以换不同的胶卷，而且你在拍摄当中，你正常拍摄的时候你不升后帘的话，你可以换镜头，其他的那个胶片机都是无法进行的。你在拍摄过程中你不能换镜头你就全废片了，而且你在拍摄过程中你当然不可能换胶卷，所以就是 modular 就是模组化的那个设计是有它明显的优点的，而且它这个大的取景窗用户体验是一流的。